一男子62岁，心跳加速，呼吸频率加快，深度不足，咳嗽，浮肿10余年，加重半月。10年前出现心慌、胸闷、下肢轻度浮肿，平时每遇感冒或劳累则病情复发，经过治疗症状能够控制。近2年来病情加重，发作比较频繁，半月来患者症状明显加重，经用利尿等西医常规治疗，不但不见效果，而且逐渐加重。于1978年10月6日又来看医生。目前的主要症状是心跳加速、呼吸频率加快、深度不足、身体不能躺下、倦怠无力、怕冷、手和脚的皮是凉的、进食的欲望减低、头晕恶心、尿量少、尿颜色是黄色的、口干、腹胀不敢喝水、大便不畅，2到3日一次。体温36.4度，脉搏132次每分，心率132次每分，神志清楚，痛苦面容，颈静脉血管异常扩张，面色灰苍，口唇青紫，下肢水肿，用手按压皮肤时有凹陷且长时间恢复不过来，腹水。舌头的颜色是紫暗色，舌苔是白色的，水分很多，伸出舌头的时候有水要滴出来的样子，脉搏是细的，跳得快，没有力量。医生认为是肾的热能不足，冷水气侵犯了心与肺，导致了心跳加速，呼吸频率加快，咳嗽、水肿。采用补充热能、疏导气流及水排同时用药的治疗方法。处方用真武汤和五苓散、葶苈大枣泻肺汤做基础，炙附子9克，白术15克，茯苓30克，白绍9克，猪苓12克，泽泻15克，桂枝9克，葶苈子12克，生姜3片，大枣5枚，这是1天的量。将这些药材混合熬成汤，汤汁1天分2次喝完。10月9日2诊，患者喝了3天的药没有效果，全身出现水肿，症状加重了。医生又认为热能亏损严重，就在前面的处方中加入防己茯苓汤、参附汤，就是在前面处方中加防己12克、黄芪15克、人参9克、甘草3克，炙附子增加到12克。10月11日3诊，患者依照医生的要求喝了2天的药，症状没有减少，尿量反而减少。医生又认为正检应该排水，用排水来达到补充热能的目的，把前面的处方去掉白芍、甘草，猪苓用15克，泽泻用30克，再加入冬瓜皮30克、车前子30克、赤小豆30克。10月13日4诊，患者依照医生的要求喝了药，所有的症状反而加重了。医生又认为是血运行不顺畅，导致身体出现了积水，认为颈静脉血管异常扩张，面色苍灰，口唇青紫，都是血运行不顺畅的表现。医生就用桃花化浊汤做基础给病人用药，桃仁9克，红花9克，赤小12克，当归尾12克，泽兰30克，泽泻30克，车前子30克，丹参18克，赤小豆30克，冬瓜皮30克。但患者喝了1天药后，症状没有减轻，医生要求患者继续喝1天药。15日，患者感觉腹胀加重，烦躁不安，医生多次思考后，决定用补充肾气的方法治疗，用济生肾气丸做基础给病人用药，熟地18克，山药30克，丹皮9克，泽泻15克，茯苓30克，山萸肉12克，牛膝12克，肉桂6克，炙附子9克，车前子10克。医生只给患者1天的药，患者于15日晚8时喝了1次药，40分钟后小便通利，尿量明显增加。
10月16日，水肿明显消减，其他症状都减轻了。医生要求患者继续喝了6天的药，水肿消除了，其他症状如心跳加速、呼吸频率加快等也明显改善。10月24日，医师把济生肾气丸处方中车前子的用量改为15克，要求病人继续喝药10到20天，巩固疗效。最后，医生认为是补充热能、补充水与排水同时实施起了作用。提示：一、气，中医名称，是人体内活力很强、运行不息的极微小物质，包括呼吸的气。气推动和激发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，包括新陈代谢。气运动停止，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。人体中有些物质是一定存在的，但是却看不见，有的甚至只有在人体活着的时候存在，例如呼吸的气。2. 血是结晶微物质气化后产生的，它负责滋养润滑我们全身，也是我们精神和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。血不同于 blood。 3. 真武汤、五苓散、葶苈大枣泻肺汤、防己辅苓汤、三附汤、桃花化作汤、济生肾气丸是古代经典草药处方名称。4. 肾、心、肺不同于 kidneys、heart、lungs。 思考：一、为什么医生说的有理有据，治疗却无效？为什么前面都失败，最后却成功？感觉整个治疗是不是在碰？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最后还能碰对？只能说，就古人早已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只是我们看不见。不是中医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人出了问题。为什么古人看病一记之，二记止？不是他们运气好，而是他们真正了解中医的精髓。他们把天地日月也纳入治病的范畴。如果你也想真正理解中医精髓与结构，欢迎继续关注，我会用病例做调量，带你看到古人留下的医学世界。2. 患者于1978年10月6日又来看医生，是因为症状加重了，医生没有解释为什么。观众可以思考，为什么偏偏在10月加重？再想想，为什么患者没有发烧？